你好，我是阿力。最近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留言区一直在问我想知道我到底持有多少个狗狗币那么具体的数字呢，我是不方便对外公开的。但是呢，我今天愿意将我第一次购买狗狗币的截图公布给大家。那么我之前讲过，我在2019年买过比特币。那么后来比特币一路下跌，我就在下跌的过程中全部把比特币陆陆续续换成了狗狗币。那么后来还定投了一阵子，但是一直看到这个狗狗币没有大的动静也没有大涨，我就放在那儿没动了。那么我自己其实也忘记了到底什么时候买过了因为里面的钱呢确实也不多。那么我刚刚在社区发了这个截图，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在2019年就开始买了呢？那么这还是跟伊隆马斯克有关系因为当年他就开始喊单狗狗币了。那么我刚刚非常认真的翻了一下马斯克的推特，还真给我找到了2019年4月3号，大家看这张图马斯克第一次提到了狗狗币，但是呢当年没几个人当回事我是在2019年5月14号第一次买入狗狗币。我看了一眼当年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有一点遗憾的是就是这个定投呢没有一直持续下来。如果说中间没有间断，我一直持续定投到现在的话，那么我手里面的狗狗币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了。那么如果换成法币换成美元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了。那么为什么中间间断了呢？因为这个我刚刚也讲了，因为一直没有启动就觉得可能就这样吧，赚不了大钱。这个中间狗狗币也大跌过好多次，最便宜的时候我的资金也是腰斩过的那么直到2020年12月份我之前节目也讲到过，马斯克再次喊单的时候我才又开始买入，但是每次的金额都不多。好，那么我们分享完继续讲一讲今天加密货币的一些重要的资讯那么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继续来谈谈定投狗狗币这件事情以及我的一些心得体会首先有关比特币的消息根据彭博士他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近日表示数字货币类似于数字黄金对于那些寻求独立于政府控制资产的人来说数字货币成了黄金的替代品，而在此前的很长时间里，黄金一直都属于这一类资产。那么数字黄金的说法我们早就知道了，对吧？我多次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而且这个政府以及机构他们是后知后觉的。那么我们现在最近消息看到，最近先是这个华尔街的机构高盛这些公司买入木头姐这个阿克的基金买入，然后呢今天是这个美国的前财长现在也注意到加密货币的重要性了。那么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呢是意味着这个共识在进一步的扩大。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旦说政府或者是机构他们意识到加密货币的重要性有价值的时候呢，就是意味着普通人以后就很难再持有的时候了。那么比特币被众多机构和大佬认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富人开始认可这些东西了。一旦富人认为比特币或者其他的加密货币有价值，那么普通人大家想一想，你们还有什么机会呢？大家都知道黄金是有价值的，所有人都知道，可是普通人手里面你到底拥有多少黄金呢？这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下了对比一下，对吧？那么当然了，我目前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比特币太贵了。那么就算是涨到木头姐所说的50万美元，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价位来看，也就是翻了10几倍，对吧？多一点。那么狗狗币就不一样了狗狗币现在还是非常便宜的。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在节目里面提这个我的预期了，我前面节目讲的很多了。那么每当价格下行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预期就会被人拿来取笑，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能做的呢就是默默的定投如果说手头一有闲钱呢，就开始投资一些。另外呢，我建议男性朋友们你可以考虑去戒烟了。我是从2016年9月份戒烟，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碰过。那么我在投资账户上的钱也差不多呢，就是我这一年省下来的烟钱因为美国烟比较贵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4、5年来这个省下来的烟钱，我看了一下我的账户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成本，基本上就是我的烟钱。好，我们看第二个消息马斯克今天发推特说，目前真正的战争呢是在法币战争和加密货币之间。那么如果选择的话，他选择后者，选择加密货币。那么这个消息可以看得出马斯克应该是跟比特币的支持者达成了停战协议就大家有一致认为狗狗币和
比特币打来打去啊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思的，对吧？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彼此之间啊，那么而是法币。那么这么说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市场应该在2周左右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好转。那么这也是我的猜测，纯属个人猜测，不构成投资建议，因为我们啊真的是没有办法预知到未来。最近我还看到油管上有人用这个易经啊算命的方式来算狗狗币，或者是说比特币会不会大涨，这是非常非常的滑稽的。那么能算出来这种大涨的人，那么你还用得着来做油管吗？你去找一个大老板，找一个大财团，你天天给他算做什么生意赚大钱，对吧？或者是说你买入什么股票今年可以翻多少倍，你干嘛要在油管上苦兮兮的做视频呢，对吧？那你天天去给大老板去算，那这个做大生意不香吗？那么第3个消息啊，是中国大陆方面的，根据这个 Lex 的分析啊，那么昨天国务院出来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让比特币中国矿工啊产生了非常大的恐慌，但是数据并没有显示矿工钱包呢他们在卖出，那么矿工呢都是在观望下周政策的具体落地到底是怎么样，看看进展怎么样。那么有极少数的矿工啊，在这个1周之前得到消息卖出了自己的矿机，但是呢，绝大部分的矿工还没有预料到此次事件的级别之高。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下周的政策不乐观的话，那么这些矿工啊就要出海了。那么已经有人在美国开始布局了。那么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实现比特币加密货币去中国化。那么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做各的生意，非常利好加密货币市场啊。那么如果我们的观众里面也有做矿工啊、做矿机挖矿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们将来选择出海的话，那么如果说没有地方没有熟人，在美国没有熟人的话，可以联系我啊。那么我对挖矿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么看看我在美国能帮助你们多少，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说狗狗币的定投啊，我前面多次提到了，定投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啊，就相当于你给自己做了一个定期的存款，但是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未来的预期一定要好。如果说预期不好的话，总体是往下的一个趋势的话，那是还是不要去定投了，还是要停下来的。那么目前加密货币短线呢是非常非常不好，这个数据很难看，但是呢长线还是不错的，长期的预期还是很好的。如果说你能够用自己的这个闲钱，花不着的钱啊，或者是说你丢了都不心疼的那部分钱啊，就是说你做一个定投，那么几年下来你一定会感谢自己这个今年的这个选择的。那么我们很多人啊都会只盯着眼前的这种小利益，却忽略了将来长远的那种大利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加密货币的价值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手里面的币给出掉了，给卖掉了，那么你将来就很难再接回来了。很多人还说这个都是你说的，害得我在 0.7 的时候狗狗币没有卖，对吧？那么在抱怨我。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我劝你啊，如果说还有0.7的话，你赶紧就卖掉，因为投资狗狗币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心情了，你对此呢是耿耿于怀，是不适合投资加密货币的啊。我建议你呢去找一些其他的稳健的投资啊，这样是对你的心情、对你的生活是比较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说太多有价值的这种分享啊，还有人在这个评论区说我你这个讲的东西啊完全没有干货。那么如果说我天天给你讲干货啊，就是说给你讲这个真正的投资的经济的这种理论知识的话，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喜欢看的啊。但是呢，我的视频呢会保持一种这个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度啊，以及我每天呢会将我最真实的这种思考的结果呈现给大家。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Peace。